Hello， 大家好，我是 CJ， 欢迎大家回到这一期的微图旅游攻略。今天带大家去游玩的景点就在渔夫堡旁边的布达皇宫。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渔夫堡的视频，就知道这两个景点其实就连在一起，两个景点之间的距离走路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所以这两个地方在一些资讯上是共享的，例如公共交通、停车场信息、餐厅信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渔夫堡的那集视频，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这里面对如何游览渔夫堡有详细的介绍。另外，由于布达皇宫的景点比较多，所以我会把这个景点的攻略分为上下两集来给大家讲述。那么这一期视频呢，我会在地图上标注我行走的路线，沿着这个路线我会讲解所有你可以看到的景点。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整个城堡现在很多地方还是处于未修复，而又甚至属于被遗弃的状态。而匈牙利政府前几年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准备按照原样恢复整个布达皇宫之前被摧毁的建筑，而且目前已经恢复了部分建筑，并且投入了使用。所以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参观过布达皇宫，我相信当你看完我的这期视频，你会对整个皇宫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了解。所以记住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哦。那布达皇宫的具体位置我在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在多瑙河边上，除了国会大厦以外，就属布达皇宫最容易辨认了。夜幕降临后，多瑙河边上的这两座雄伟建筑在金色灯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壮观。那首先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布达城堡的历史。布达城堡是在公元13世纪由当时的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国王贝拉4世因为防御性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城堡。后来在15世纪的时候，当时的马加什国王登基后，一个是把原来的圣母教堂改名成为了马加什教堂，另一件事就是进一步扩建了整个布达皇宫。沿着渔夫堡出来后，这条路一直走就会来到布达皇宫的参观区域。首先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座2层建筑是19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奥匈帝国的皇家陆军司令部，而在司令部建筑后面的一片空地，这里原本是与司令部同时期建造的国防部，而把司令部选址在这里建设也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这一片地方曾经在16到17世纪之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曾经在这个地方建设了他们自己的军事建筑，所以在1686年匈牙利人夺回布达后，把自己的司令部建设在这个曾经土耳其人的军事建筑上面。而在二战期间，驻守在地下室的皇家卫队与闯进来的纳粹党卫军发生激战，整座建筑被严重损毁，但并没有整体倒塌。二战结束后，因为当时的苏联政府觉得这座建筑与他们的共产主义权力概念不相符合，所以把上半部分和后面的国防部建筑拆除，而只保留了下面司令部的2层建筑。到了2004年，这里被宣布为纪念碑建筑。而关于后续如何继续使用这座建筑，
一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曾经有人提议把它作为音乐厅、博物馆又或者是咖啡店使用，但一直都未实施，所以这座建筑一直都是空置在这里。直到前几年匈牙利宣布计划重新恢复布达城堡，这座司令部也将会恢复到最开始的模样。接着我们把目光移向司令部右手边这一片类似地基一样的废墟。在开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矗立在废墟前的这尊雕像。这尊雕像是向大家展示了在18世纪的时候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统治期间当时骑兵团的穿着打扮，并且当时树立这尊雕像也是为了庆祝世界上第一支常规骑兵团成立300周年。因为世界上第一支常规骑兵团就是在15世纪的时候由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组建的黑军团。来到后面的这片废墟，这片地方最开始在贝拉4世统治时期的1251年曾经划分给当时来自叙利亚的犹太人居住，但是他们在接下来的100多年中曾经遭到驱逐，但后来又回到这里居住。而在旁边这块被栅栏围起来的废墟，在19世纪哈布斯堡统治期间都是由查理约瑟夫大公所拥有。而这个查理约瑟夫大公的父亲就是多瑙河中间玛格丽特岛在18世纪末的时候的拥有者。查理约瑟夫大公出生于1833年，在1860年成为奥地利军队的一名少将，并且在1866年参加了当时的普奥战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被整理过的部分是原来的约瑟夫花园，而旁边的那个被围起来的废墟则是约瑟夫居住的地方，当时的名字叫约瑟夫宫。而在1战和2战期间，查理约瑟夫的儿子约瑟夫奥古斯特威克多是这里最后居住过的人，一直到2战之后他们全家搬走，这里便被遗弃。到了1960年，因为当时拍电影的需要，把这里作为其中的一个镜头被大火烧毁。8年后，匈牙利政府把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宫殿全部拆除，并在原来花园的位置仿建了一个中世纪的房屋地基，而在这地基下面则修建了一座博物馆。而原来的约瑟夫宫的位置一直被遗弃到今天，一直到最近，匈牙利政府计划重新翻新整个布达皇宫，其中就包括了重建约瑟夫宫和它的花园。在约瑟夫宫遗址旁边还有一大片废墟，这里在18世纪中期曾经是皇宫的炮兵营，到了1822年便停止使用，并且于1840年拆除了这座建筑，用于提供一片可以储存包括马匹、马车还有相关设备的存放地。而在1899年，这里建造了一所文艺复兴风格的马术学校，但是到了2战期间，这里被严重损毁，战后也并没有做任何的修复或者维护措施，所以就一直荒废在这里。接着我们来看看这片废墟对面的这片空地，也就是这个最高统帅司令部建筑后方的这片绿地上，你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在这个绿地里其实有着房屋的地基，这是在1410年左右由当时的西吉斯蒙德国王所建造的。这教堂叫做圣母与西吉斯蒙德皇家礼拜堂，这里原本埋葬了匈牙利历史上的2任皇后，一个是马加什国王的第一任妻子 Katalin Pojebrad， 另一位是1502年在匈牙利与波西米亚任皇后的富瓦凯戴尔安妮。但152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布达后，教堂附近都被改建成为了清真寺，唯独这座教堂依然还保持着它的原貌。但在1686年的布达围城战中，这座教堂被严重损毁，后来在哈布斯堡统治期间，这里被填平成了一片广场，并且在原来教堂的位置，在1852年由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为了纪念在1848年独立革命中为抗击匈牙利军队而阵亡的海恩里希亨茨和他的战友们树立了一座22米高的纪念碑。但这对于一直争取独立自主的匈牙利人们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对于这座纪念碑的不满情绪一直高涨，甚至曾经有人想炸掉这座纪念碑，但未成功。最后到了1899年，因为想为非常受匈牙利人喜爱却在瑞士遭到刺杀的茜茜公主选择一个地方建立纪念碑，才把这座纪念碑给拆除。
而原来教堂的地基一直到二战后的1955年才被发现。而在这一块废墟边上的有一尊雕像，它的名字叫 Benleth Istvan， 他在1921年到1931年之间担任匈牙利的总理。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1919年 Benleth Istvan 作为匈牙利的代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会议主要是为了解决战争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维持战后的和平，所以和战败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比如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而和匈牙利则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而因为是在凡尔赛宫的特里亚农宫签订的，所以这份条约也叫特里亚农条约。这个条约使匈牙利在一夜之间丧失了2/3的国土，其中包括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也让匈牙利丧失了统治800年的唯一海港里耶卡。后来他在位期间还成立了国家银行，并且获得了2.5亿美元的联邦贷款，并且在1927年开发了新的海关系统，之后还有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匈牙利维持经济的稳定。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一个大门就会来到布达皇宫的后面。在这里有一座喷泉，这个喷泉的背后讲述了马加什国王与一位平民姑娘的爱情故事。我们看到站在最顶端的就是马加什国王，而下面这些人就是马加什的臣工们。大家看到马加什国王脚下的这只雄鹿，据说是以一只在1896年被猎杀的雄鹿作为模型而制作的。喷泉底部左手边是马加什国王的史官，叫 Gaetano Mazzio， 而右手边这一尊雕像就是这个喷泉的女主角。传说当年马加什国王外出打猎，在森林里偶然遇见这个叫做伊隆卡的女子，两个人一见钟情，但当时马加什国王并未表明自己国王的身份，并邀请伊隆卡来布达这边找他。但是当伊隆卡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自己喜欢的人竟然是国王。他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的爱情，所以最后悲伤的独自离去。这尊雕像是在1906年建造，在2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毁，只是在二战中史官 Gaetano Mazzio 旁边的小狗雕像被炸弹损毁过。而在马加什国王喷泉雕像旁边的是在1903年建起来的原皇家警卫室，主要作用是为了保证皇宫和皇室成员的安全。这座建筑在二战中被严重损毁，后来被完全拆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2020年作为皇宫重建计划项目中第一座按原貌被还原并且对公众开放的建筑。现在这座建筑里面是一家餐厅兼咖啡厅，大家游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面歇歇脚，喝杯咖啡。沿着警卫室继续往里面走，有一个4合院式的庭院，这里现在是布达佩斯的历史博物馆，也是布达皇宫建筑的其中一部分。但在这个建筑下面就是15世纪由当时的国王西基斯蒙德建造的老布达皇宫遗址，其实也就剩下在1686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布达时打剩下的残垣断壁而已。而和布达佩斯历史馆相连的这座建筑则是塞切尼国家图书馆，这也是匈牙利的2个国家图书馆之一，它成立于1802年。当时塞切尼经常出游，并在旅途当中购入各种书籍，这些书籍覆盖了匈牙利的历史、考古、自然等各个领域，后来把它们编辑成册捐献给了国家，便成立了这个国家图书馆。虽然这个图书馆在装修设计上并没有像欧洲许多其他有名的图书馆那么的华丽，但是这里同样也保存有匈牙利历史上许多珍贵的书籍资料，不妨可以进去看看。而另外一个很值得参观的就是圣伊斯特万厅了。在1867年匈牙利与奥地利签订了奥匈折中方案之后，匈牙利就计划着可以把这个曾经的布达皇宫打造成为一个可以与奥地利维也纳霍夫堡宫相匹敌的皇宫。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在皇宫里面建造了这个以匈牙利第一任国王伊斯特万命名的圣伊斯特万厅。这个厅最早是由我们之前提过多次的设计师 Miklos Ivo 接手了整个设计工程，但是在1891年 Miklos 去世之后，
由Alois Haussmann 接手了整个布达皇宫的设计工程，所以现在整个布达皇宫的翻新工程也是以他命名的，叫做 National Haussmann Program。 这个圣伊斯特万厅在二战中被严重焚毁，一直到最近匈牙利宣布重新翻修整个布达皇宫，这里才被重新修复，并且在今年的圣伊斯特万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在下一期，我将给大家介绍布达城堡的皇宫主体，还有其余剩下的其他几个城堡的建筑。另外还会带你去看看整个城堡里最漂亮的打卡取景点，所以记得关注我的视频哦，别忘了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我们下期见，拜拜。